就喜欢跟这样的老板做事。我来告诉你，为什么喜欢跟这种老板做事。老板来的时候，他只是告诉我们怎么做，需要一个什么样子。他告诉我们以后啊，基本上老板就走开了，让我们自己操作了。像我们这边几十年的老房子，基本上后面都是这样，挨房子挨得很近，一下雨的话，它后面还会垮塌一点土，这样子啊，到时搞人工单呀也比较麻烦。所以说，老板叫我们过来，今天主要目的是把后面把它挖空。挖空了以后啊，再把上面的杂草，把它全部清掉，因为现在夏天来了嘛，蚊子比较多。老板说，把这个杂草清掉以后啊，蚊子应该可以减少一半。挖这个屋后边，根据老板的要求啊，我的布置是什么呢？首先，我们把上面这个杂草啊，把它全部清掉。清掉以后啊，我们再下去。如果说你不把上面的清掉，你再把下面的坡先修啊，到时候你再上来就上不来了。所以说，我们现在把这上面的杂草啊，把它全部清掉。清掉以后呢，我们现在就把挖机开到下面去，把这个多余的土啊，把它用那个拖拉机把它装掉。现在拖拉机还没有来，我们现在把多土还是继续往下面爬吧。爬了一堆以后，我们再直接装车。现在好像拖拉机就在我们后面。我们现在把这个拖拉机装完了，我们还是继续的爬土，因为修这个坡的时候是一次性修不了的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把多余的土啊，把它全部装走，把它爬下来，爬到一个大概成型。成型了以后，叫老板过来看这个坡这样修可不可以。如果老板说达到了它的宽度、坡度，我们就直接再修坡了。现在这个坡啊，多余的土我们基本上已经挖出来了，现在我们就准备修坡了。修这个坡的时候啊，我本身准备用斗背去修这个坡的嘛，后面我发现不对，它后面这个房子离这个坡太近了，虽然这个地方没有房子，可以用斗背把这个坡修得非常好。如果说到里面的话，它是用斗背修不了的，必须要像这种侧着修。如果说外面是用斗背修的，里面再侧着修，倒是两个面不好看。所以我决定啊，直接用斗边把它这个坡全部修完。现在老板也叫了拖拉机嘛，他不是叫的小4轮。如果叫的小4轮，可能我没有足够的时间。他叫的小拖拉机啊，我修这个坡的时间还是有的。现在外面这个地方基本上修的差不多了，我现在就把后面把它整平。现在就从里面把它搞出来。外面这条路我基本上也修了一下。我们现在从里面修出来的时候啊，要那个拖拉机从我屁股后面倒进来。拖拉机倒进来的时候啊，我们就边修坡边装土，这样我们这个土就不用挖机甩出去，这样子还是比较好的。挖这个里面的时候啊，我们首先要把这里面的这个碎头子啊、渣子啊全部把它清出来，最好是把它清干净一点，到时候人工不需要再清了，这样子是最好的。我们再把这个沟啊，顺便也一次性带出去，基本上我们就不用再第二次跑进来了。好了，还往后面修一点呢。基本上这个坡、这个地基基本上也做完了。兄弟们觉得我这个步骤怎么样？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更好的步骤，希望你在评论区评论一下，看看什么方法更好更快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兄弟们记得点个关注，点个红心。